好喝吗？好喝。薛公子，从出征回来就一直听公主说起你的事情。我在想，到底是谁能够让公主如此倾心？这几天我偷偷的观察你，我发现，难怪她喜欢你。平贵真的不值得公主去喜欢。薛公子，你是个聪明人。如今来到大梁，我相信你也不是怕死之人。可就像公主所说，你在中原都是仇人，而你的父母都不在了，那你到底在牵挂什么？其实我还有个妹妹，我还有……好了，这些都不重要。你知道的，我们公主倾心于你，看样子她是嫁定你了。薛公子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有妻子在长安，以大王和王后的个性，必定全力追杀他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如果两方要求修好，公主必定留你；而大唐为了与大梁和好，应该不会不答应。我告诉你，我薛平贵是人不是货。再说，当今圣上也不会这样做的。我知道你有骨气，我也相信你宁死也不会屈服。但是薛公子，我要告诉你，如果我们真的把你杀了，以公主的个性，必定会再兴兵犯唐。到时候还是苏龙和魏虎挂帅的话，我相信，以我们大梁第一勇士凌霄和公主一同前往，再加上王后精炼的铜锤阵，虽然捣破唐军需要一番苦战，但我相信，一定能够直捣长安。我才不相信你们有这个能耐。你不要不相信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只要你跟公主完婚，就能保全大唐的安全。如果你有妹妹和家人在长安的话，你大可告诉公主，我们会把她接回来。如果你要一意孤行，你的妹妹和家人不但找不到你，你也永远见不到他们。想想我说的话吧。表哥，找我什么事？公主，请坐。表哥，你从来都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，有什么事情，快说吧。朱露，是，带他们下去吧。是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公主，我劝你，还是让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，回中原去吧。我不答应。代战，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那薛平贵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母后？我会让你杀了他，是不是？你说呀！是，王后确实让我杀了薛平贵。你做不到的。你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汉子，
绝对不会做出这样趁人之危的事情。我太了解你了。就是因为你了解我，所以你要尽快带着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。我不让他走，我一定要他留下来。表哥，帮帮我！代战，那我问你，我们的婚事呢？你说，表哥，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敬仰你，崇拜你。你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我们的榜样。你是这么优秀，这么完美，每次只要我抬起头仰视你，就觉得你是一座可以让我依靠的大山。代战，那你现在还想不想依靠这座山了？这座山一直在保护着我，照顾着我，我都知道。所以只要在你身边，我就觉得很安心，我就会很安心的一直依靠着你。但是，这种感情是依赖，不是爱。我真没想到，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关心你、照顾你，结果只换来你的依赖。在这个世上，你像我的哥哥，像我的家人，我一直很敬仰你。可是你太完美了，就是因为你的完美，让我有距离感，有生疏感。代战，我问你，如果没有薛平贵，你会爱我吗？我不会。你知道的，父王和母后，他们一直把你当成最理想的继承人。从小到大，他们都希望我能嫁给你。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。如果没有遇到薛平贵，我甚至想，我这一辈子会选择不结婚，因为在大梁找不到第二个比你更优秀的人。可是偏偏我自己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想要跟你厮守一辈子的念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代战，从今以后，我凌霄再也不会纠缠你了。不是的，表哥，
你从来都没有纠缠过我，你是宠爱着我，你一直是一个正人君子。是我对不起你。上一次去中原，我遇到了薛平贵，我和他共患难，共逃亡。我一直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对他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感情。之前，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可是当我回到大梁，我发现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，所以，我跟你偷偷回到中原，我拼了命想尽办法，只是为了再看他一眼。我甚至为了他和你发生争执。我发现我自己只要是为了薛平贵，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。所以我知道，像这样的感情，那就是爱。代战，你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了。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心意，我懂了。不过代战，如果真的为了薛平贵，我还是劝你，赶紧让他离开我们大梁，回中原吧。表哥，帮帮我吧。这件事情，我帮不了你。我求求你了，帮帮我吧。代战，在我看来，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。你爱上了薛平贵？所以父王，求求你，你帮帮女儿吧。不行，不行的。她是中原人，代战，你是咱们大梁的公主，将来的王位是要由你来继承的。王位从来都不是我继承的，你们一早就想好了，要把王位传给凌霄，不是吗？是。但是，凌霄如果不和你结婚，这本王的王位也不可能传给凌霄啊。代战，毕竟你才是父王的女儿，你别忘了，父王走了，这父王所拥有的江山是要由你来继承的。可是父王，你忘了你做的那个梦吗？薛平贵在梦里骑着龙冲入了你的怀中。但是在梦中没有告诉父王，要让你嫁给薛平贵呀。可是父王，这个梦一定是有原因的，说明薛平贵是可以帮助我们大梁的人。父王在这点上也是这么想的。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把薛平贵留在大梁。你就让女儿嫁给他吧。就算父王同意你嫁给薛平贵，那满朝的文武不同意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啊，出征之前，你和凌霄定的亲事，这门亲事怎么处理呀？父王，表哥那里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跟他好好谈过了。你跟他谈过了？其实，就算没有薛平贵，女儿也不会嫁给凌霄。我对表哥只有敬仰之心，可是从来都没有爱过他。薛平贵就不一样了。自从我那次去了中原，第一眼见到他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。然后回
回到宫中，要进拱红宗练马。你和母后不让我去，可是女儿还是千辛万苦偷偷跟着去了。女儿打扮成士兵，混在男人堆里，忍受寒风刺骨，忍受奔波之苦，为的只是能看薛平贵一眼。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？父王，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那个时候，你遇见母后，你只要可以远远地看着她，你就会情不自禁的心跳加速。你只要可以远远地看着她，你就会觉得开心，就会觉得幸福，不是？当年你母后是那么的漂亮，那么的迷人。哎，她是那么优雅，那么可爱。我知道，父王。这些话，从小到大，我听你不止讲了一次，我听你讲了几百次、几千次。父王，如果你那时对母后的感情真的是那么的真，那么的浓，那女儿相信，你一定可以体会女儿现在的心情。女儿是真的爱上了薛平贵了。你，父王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答应女儿了吧。父王，代战，就算父王同意了，你知道这中间最不同意的是谁吗？是你的母后啊！女儿知道，所以我才想请父王帮助女儿去说服母后。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母后的个性，她比孤王还倔强。很多事情都是你母后说了算。那这一次就让父王做个主不行吗？你就义正言辞地告诉母后，我爱上了薛平贵，我非他不嫁。哎呀，哪能这么行事啊？这件事，父王和你母后好好的商量商量。不过代战，你母后不同意的成分很大的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，不管任何的理由，我一定要嫁给他。如果父王真的不能说服母后，那女儿就算是丢掉公主的头衔，我也非嫁不可。代战，代战！哎，这件事该怎么办呢？他说的对，只要杀了我，西凉再次挥兵前去，那谁来抵抗？最重要的是，我大唐百姓受到如此的痛苦和折磨，这才是我最大的于心不忍。薛平贵，我是代战，代公子啊！你小心烫，再多喝一点。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？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。朱露，代战果然可爱，从认识到现在，他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。只是我的心中让宝钏充满了。宝钏为了我受了那么大的委屈、耻辱和痛苦，我留在这儿见不到宝钏，这是我不愿意的事。但是眼看他们又不放我回去，我该怎么办呢？
公主，公主，如果你要杀他，你就先杀了我。如果没有血平鬼，我也活不下去了。公主，公主！公主的伤势真的非常严重呀。公主到底怎么样了？你们快说啊！公主的刀伤很严重，那一刀差一点就刺到了公主的心脏。刺入多深啊？只要再插入半寸，就会要了公主的性命啊！而且啊，这凶手有点用力过猛，幸好他及时收手，要不然公主就没命了。是。公主现在到底有没有危险啊？你们快说啊！你放心，公主的伤口我们已经帮她包扎好了。可是公主她失血过多，还需要好好静养啊。那快去把最好的药抓过来，快去啊！是，小的明白。薛公子，到底是谁杀公主的？刺客要杀的不是公主，而是我。是你？谁那么大胆，竟敢闯到皇宫里来杀你？平贵，公主，平贵，慢点，慢点。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受伤？有没有事啊？你怎么会先问我？是你救了我一命，是你替我挨了一剑。没事，只要你没有受伤就好。只要能救你的命，不要说1剑、1000剑、10000剑，我都愿意替你挨。我是心甘情愿的。你真傻。我承认我是傻。如果可以，我真的愿意为你生，为你死。你别这样说，我不配。你配的。从我第一眼看到你，我就已经爱上你了。公主，可是我什么都不要说，我什么都不在乎，我只要跟你在一起。如果不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宁愿死。公主，公主，你别死的活的挂在嘴边嘛！我跟你说，你受了伤，第一个遭殃的是我，我这可是保护不周之罪啊！说什么傻话呢？对了，朱露，这次的事情，你千万不可以传扬出去。怎么不准传扬出去？我一定叫大王把伤害你的人通通抓起来，把他们千刀万剐！不可以，公主，公主怎么了？是不是伤口又痛了？只要你陪在我身边，我一点都不痛。朱露，好了，你别再乱说话，免得再刺激公主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说，不要那么激动嘛，激动伤口会痛的。大王王后驾到！
见西凉王王后。你这丫头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你这孩子，怎么这么任性？居然……母后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谁要杀薛平贵，就先杀了女儿我。你……大王，大王，王后王后，代战，你要不要紧？公主，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到底是谁？代战，伤口怎么样？死不了。代战，你不该这么说话。我说的是实话。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，那我也不活了。代战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薛平贵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你要是没有来我们大梁，公主也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。回王后，平贵并无意伤害公主，可是公主的伤，的确因为平贵而起，所以恳请您降罪于我。好，来人呐！在。不准你为难他，谁也不可以为难他。代战，你怎么样？公主，代战，公主，表哥，凌霄，启禀大王、王后。说吧。大王、王后，凌霄请求取消我和代战公主的婚事。为什么？是啊，难道你不爱代战了？不，今天就是当着这么多人，我也要说，我爱代战，为了他，我可以去死。既然你爱代战，为什么要取消婚礼啊？王后，因为代战嫁给我，她不会快乐，也不会幸福。不会快乐，不会幸福，怎么可能？本后认为，公主只有嫁给了你，她才会有幸福，才会有快乐。王后，我以前也以为我会给代战幸福和快乐，可是今天我才知道，我错了。我不想看到代战这么伤心难过。王后，大王，不管我有多爱代战，但是代战他不爱我，所以不管我对他有多好，他都不会觉得幸福和快乐。所以，凌霄再次请求取消我和代战的婚事，让她嫁给他喜欢的人吧。不行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。母后，代战，薛平贵，我要你从今以后在我面前消失，不要在我大梁出现，否则的话，我绝饶不了你。母后，母后！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代战，代战，代战，怎么了？王后，请不要让代战这么难过了。我刚才说的话，请你好好的考虑一下。大王，我有事想跟薛平贵说。你说吧。是。薛平贵，
跟我来。代战，就这件事，我绝不能答应你跟薛平贵在一起。母后，如果你真的不答应，那我宁愿那一剑再刺身半寸。代战，你知道那一剑是我。疼吗？疼，真的很疼。可是当我看到那黑衣人的眼睛，当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母后您，我就知道，这一剑虽然刺在女儿的身上，可是却痛在母后您的心里。母后，如果您真的心疼女儿，您真的爱女儿的话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为了我的快乐，你就放过薛平贵。我求求你，就让代战好好的休息吧。家凤，我好好的跟你聊聊。丽娜，好好照顾公主。是。走吧。母后。丽娜，刚才公主说的，可都是真的？王后，如果没有薛平贵，我想公主这一辈子也不会快乐的。代战，刚才凌霄已经表明了心意，你就不要担心了。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凌霄，是母后。你明知道是王后，你还……我有什么办法呢？你知道的，我母后那一剑真的刺下去，薛平贵他肯定就没命了。所以，我只能赌一赌。如果是我替他挡了那一剑，母后应该会手下留情。幸好王后功力深厚，能及时收刀，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代战，你答应我，以后再也不要做这种傻事了，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如今就看凌霄怎么跟他说了。薛平贵，我要告诉你，当初你醉酒中毒的时候，我就想杀了你。只是我凌霄生平不杀手无寸铁之人，正在我犹豫的时候，代战公主救了你。她用2匹宝马，连夜把你带回了大梁，也让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把你给救了回来。先别说她对你的救命之恩，那几天，她是没日没夜的守在你身边，衣不解带，一直在照顾你。
光这份情，你还得起吗？凌霄，我告诉你，我薛平贵不是忘恩负义之人，可是我……好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我跟你说，我不能辜负我的妻子，你明白吗？你是说，你在中原有妻室？嗯，她跟我生活在武家坡，她叫……先别管她是谁，既然我是有妻子的，我又怎么可能再娶代战公主为妻呢？这件事确实有些棘手，但也不是不可能。以大王和王后那么疼爱代战公主，他们会为了公主招你做驸马的。可现在是我不行啊，我不能做出背叛我妻子的行为，你懂吗？薛平贵，我告诉你，以王后的个性，如果她女儿得不到的，她一定会想办法毁掉，到时候你就是死路一条。薛平贵，你听好，如果你被杀死在我大梁，你想一想，你的妻子还能见到你吗？就算我们不杀你，我们一味把你关起来，你和你的妻子也将永无见面之日。你们不可以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。这不是卑鄙，我们大梁人做事一向干脆。你别忘了，你的命就是我们救的，不管你答不答应，现在都只有这2条路走。看来凌霄跟我说的话是真的。如果我不答应去代战，恐怕这一辈子他们也不会放我回中原。那么宝钏这一辈子也就见不到我了。可是我人在外，我怎么告诉宝钏我另娶公主为妻呢？薛平贵，你犹豫这么久，是不是因为中原的妻子？你果然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代战没有看走眼。我有一个办法。愿闻其详。很快，我就要奉命去和大唐皇帝谈议和的事情。到时候，我和大王王后请求，把你一同带上，让你跟我一同去往中原。这样，你便可以见到你的妻子。薛平贵，之前听说你父母双亡，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别的亲人和朋友吗？我有个妹妹，不过已经成亲，还有一些结拜的兄弟，也是孤儿。这个好办，咱们这样，拿一些金银珠宝给你那些结拜兄弟和妹妹，让他们过幸福的生活。至于你，要做的就是把你的妻子接到我大梁来，这样你们便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我真的搞不明白，你那么爱代战公主，你为何不争取？争取？我拿什么争取？代战的心都不在我这儿，我怎么争取？好了，不说这事儿了。薛平贵，只要你答应我，回到我大梁，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。为了能回去见到宝钏，看来我除了答应之外，没有别的路可以走，只有等回去请宝钏原谅我，希望宝钏能答应我娶代战为妻，要不然
我就跟宝钏一同死在武家堡。薛平贵，怎么样？想好了吗？薛平贵，只要你答应我，会回到我大梁，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。为了能见到宝钏，看来我除了答应她，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。只有等回去，请宝钏原谅我，希望宝钏能答应我娶代战为妻，要不然我就跟宝钏一同死在武家堡。薛平贵，怎么样？想好了吗？不行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。夏风，本王梦见了乘龙快婿，那么代战的姻缘也就应该结于薛平贵。如果你再坚决反对，你女儿的幸福可能就没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个性，如果她为此一辈子坚决不婚呢？王后，凌霄刚才说了，一切还是以代战的幸福为先吧。可是凌霄，这样你是不是太委屈了？王后，没什么委屈的。我说过了，只要代战能够幸福，我凌霄也快乐。你放心，就算代战成亲了，我也会守在他身边，绝不会让他受到一丝委屈。可是你，不如这样，凌霄和代战的婚事取消，凌霄改娶丽娜。大王，这件事情你可得三思啊！大王，这我和丽娜啊，凌霄，如果你不娶丽娜，你姑姑她就不会同意代战的，因为她不愿意看到
你为了待战而终身不娶呀。是啊，我一直觉得凌霄眼高于顶，在我们大梁还真是难找到几个女孩可以匹配凌霄的。不过我觉得丽娜从小就一直喜欢着凌霄，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啊。这我当然是知道的，可是在我的私心里，我还是希望代战能够嫁给凌霄。这不是皆大欢喜了吗？凌霄，你觉得大王的建议怎么样？如果我不答应，那么姑姑也一定不肯把代战嫁给薛平贵。为了代战，怎么，凌霄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你说呀。好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凌霄，你现在总可以说了吧？大王，王后，一切就遵照你们的意思，我愿娶丽娜。可是，我还是有点担心。薛平贵娶代战，是为了他的荣华富贵，那他会不会……王后，你不用担心。薛平贵对于这件事情，我想他是不会同意的。为什么？他不同意？你不说我也知道。其实说起来，代战这个丫头的眼光还真是不错。我看薛平贵这个人，气宇轩昂，应对得体，而且说话很有分寸。可是我就不明白了，像这么一个优秀的人，难道他在中原就没有妻室吗？真的吗，凌霄？这件事，你有没有查清楚啊？是啊，凌霄，你可不能瞒着我呀。怎么了？你就实话实说嘛。王后，大王，那薛平贵在中原确实是有个发妻。果然是被我猜中了。凌霄，你去告诉薛平贵，让他去休了他的妻子。王后，这件事情我已经劝过薛平贵了，可他执意要把他的妻子接到大梁来。如果不行的话，他宁愿死。世上竟有这番多情的人，那代战他愿意吗？王后，这件事情，代战并不知情。王后，即使代战知道了，他肯定也是要嫁的。这不是你能阻止得了的。不行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。哎，王后，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大梁就这么一个公主，怎么可以跟一个这平民共侍一个丈夫呢？当然不可以，而且还是个做小的。凌霄，本后现在再给一个旨意，你去杀了薛平贵的妻子。王后，这样做合适吗？这件事情我就决定了。凌霄，照我的话去做吧。凌霄遵旨。王后，这次我进中原献降表，到时候我带着薛平贵，到了中原之后，我会找机会杀了薛平贵的发妻。这样的话，那薛平贵找不到他的发妻，便会归降我大梁。这倒是个好办法。让他去找亲人，到时候他找不到，他势必会死心。可是你有把握他一定会跟你回来吗？王后，那薛平贵是个守承诺的人，他答应我，一定会跟我回大梁来。那好，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办妥。是。
参见相爷。啊，快免礼，坐坐。谢相爷。这次能得到中侍郎的职位，全靠相爷的鼎力相助。这是小侄的一点心意，请相爷笑纳。希望相爷喜欢。韦豹啊，你少年老成，进退得体，老夫真是没有看错人呐。自从我哥入赘相府，相爷对他一直疼爱有加。在这儿，我要替我哥说声谢谢，谢谢相爷的栽培。翁婿之间的情谊本来就如同父子，更何况魏虎深得老夫之心，啊，不光是魏虎，就连你魏豹，老夫也是疼爱有加呀。只可惜我那不听话的宝钏不肯嫁给你，要不你早就成为老夫的第3个女婿了。魏豹，谢谢相爷疼爱。可是我跟三小姐没有缘分。是我魏豹没有这个福分。魏豹啊，你老实的告诉我，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，你愿意吗？魏豹不懂相爷您的话中之意。老夫坦白的告诉你吧，其实啊，我心中最疼爱的就是宝钏了。虽然她跟我闹了这么大的别扭，如今呢，那个薛平贵已经死了，她也尝尽了苦头，受到了教训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，我就想她，念她呀。爹最偏心了。大哥、大嫂，岳父，爹，来，都坐下。爹，你心里就只疼宝钏？哎呀，银川，你这吃什么醋？岳父他怎么会不疼你呢？只是三姨妹离家走了，岳父有点想念罢了，是吧，岳父？哎，你看见没有？还是魏虎会说话呀！亏了你还是我的女儿呢。哦，那爹你这么说，就是只疼女婿，不要我这个女儿了？那你看看你又说些什么话呀？哎呀，爹是疼女儿的，莲花吸盆的疼女婿的嘛。爹这话我爱听。对了，岳父，刚才我跟银川过来的时候，听到您说的那些话，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，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，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，魏豹也就可以不入赘咱们相府了。岳父，这是您对我们魏家天大的恩惠啊！宝弟他一定会同意的，是吧，宝弟？宝弟，我爹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啊？这个我还真没想过。岳父，您看看，这傻小子一听说您要把三姨妹嫁给他，高兴的连话都不会说了。爹，你真的让宝钏回来吗？我可不想让她回来。不管怎么说，她始终是你的妹妹，姐妹手足亲情，怎么可以记恨呢？好啦，只要爹同意，我就不记恨了。不过，这宝钏要是肯答应嫁给魏豹，那也只能当偏房了。偏房？什么意思啊？岳父，银川呐，他又跟您开玩笑呢。岳父，您如果真的把三姨妹嫁给魏豹的话，我现在就让豹弟把她接回来。
宝弟，我爹都同意了，还不赶快谢谢他？哦，谢谢相爷。宝弟，怎么还叫相爷呢？叫岳父。等娶了宝钏再叫吧。事不宜迟，你就听我的意思去办吧。是，小侄告退。岳父，这次凯旋归来，我跟大姐夫的功劳最大，可是刘毅将军反而被封为了护国大将军，我跟大姐夫只封了一个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而已。不急不急，皇上说，等朝中的官员告老还乡再提。老夫知道你心中要的是兵马大元帅，等老夫升了左相，再保你也不迟啊。多谢岳父。爹，你可得多帮着魏虎啊！我听魏虎说，这次出征西凉，他的功劳最大。这大姐夫不过出去战了一场，其余的都是魏虎他出生入死，才能够这么快就凯旋归来。可是，就因为他只是个副元帅，这功劳就没有姐夫的大。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哎。好了好了，苏龙也是爹的女婿，有什么好不公平的？放心，爹在适当的时候晋升魏虎。爹呀，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咱们王家这一次算是出尽了风头。哎呀，如果魏豹能把宝钏给娶回去，老夫的心里啊就没什么挂念的了。岳父，小婿在此先恭喜岳父。平贵参见王后。你见到本后就只是拱手，连跪都不跪。平贵并非西凉人士，如果要下跪的话，岂不是变成阶下囚？所以权衡之下，还是觉得这个礼仪最好。好狂妄的小子！不敢。你可别忘了，你的命还操在本后手里。平贵说过，是生是死任凭宰割。可是，如果想侮辱薛平贵的话，我宁可一死。好一个薛平贵，难怪我的女儿会看上你。平贵确实不懂，到底代战公主看上我哪一点？我问你，凌霄说你要回中原，去接你的亲人。你说的可是真心话？接了你的亲人，你就会和凌霄一起再回到大梁吗？既然平贵答应过，就一定会回来。好，拿来。这是千里催命丹。你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之后，如果你要是违背了你的诺言，没有准时回来，就算你在千里之外，我也可以要了你的命。怎么，不敢吃吗？你要是不敢吃，就表示你回去之后，就不会再跟凌霄回到大梁来了。王后现在可以放心了吧？虽然刚才只是一席谈话，但是我发现你非常的高傲，也非常有骨气。这要是换在平常，我也会非常喜欢你的个性。可是现在代战喜欢你，你最好给我弄清楚，当你再回到大梁之后，也就是跟代战成亲之时。王后，我慢着，别插嘴。
让我把话说完，你给我听清楚了。我夏凤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我把她当成掌上明珠，我是把她捏在手里，疼在心里。你要是跟她成亲之后，敢给她受一点委屈，给我听好了，我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的饶了你。王后，那平贵现在可否说一句话？说。既然王后那么爱代战公主，那么怕她受一丝丝的委屈，那又何必让她下嫁平贵呢？薛平贵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。难道你真想让代战受委屈？夫妻之间在于互相信任。我们中原有一句话，叫相敬如宾。再说，女子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代战公主是金枝玉叶，平贵高攀不起，生怕以后夫妻之间有什么口角之争，王后怪罪下来，平贵担当不起呀。你可真是得了便宜卖乖啊！啊，平贵只是以事论事。好了，凌霄就要去中原了，你下去准备准备吧。谢王后。慢着，你可别忘了，你已经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，你最好给我准时回来。平贵知道。这个薛平贵，还真是胆识过人。他竟然敢跟本后针锋相对。哼！小姐，我来吧。不，这个我留着。小姐，如果留着这些东西，你每次看到它，就会想到姑爷，所以还是埋了吧。啊，这是平贵离开的时候，初见阁下的缎袍。如果把这个都埋了，你让我拿什么思念他？弟媳妇儿，你就把他给埋了吧，让他随平贵去吧。是啊，二嫂，刚才小莲姑娘也说了，如果你不把这个缎袍扔了的话，你肯定会想起二哥的。嗯。你们这些男人真奇怪，二嫂要留一样东西想念贵哥，不行吗？又换作是我，我肯定一样都舍不得丢掉。大哥四弟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只放在身边想着、念着，其他的你们还是都埋了吧。二嫂，我来吧。平贵，我在这儿跟你祭拜，你听到了吗？你知道吗？本来我想跟你一起去，可是我已经怀了我们的孩子。为了孩子，我一定要活下去。平贵，
求你在天之灵，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。姑爷，小莲在这边求姑爷，一定要好好保佑小姐，还有你没有出生的孩子。姑爷，你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常回来看小姐，安慰她，让小姐不要再为你伤心难过了。这个小莲够无聊的。没事让贵哥回来干什么？万一二嫂没看到，反而被我撞到了，那我肯定晕倒。你说什么呢？平时就你胆子最大，怎么你还怕死啊？谁怕死啊？死有很多种，但活活被吓死，我不要。你们两个别在那胡说八道了啊！赶快拜拜吧，宝钏还要回去休息呢。宝钏现在身体很虚弱，明白吗？嗯。小姐，起来吧。小姐，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。如果你不好好爱护自己，到时候谁来保护你肚子里的孩子啊？我刚才说的你没听明白吗？宝钏现在很虚弱，小莲，你就别哭了。反正平贵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咱们大家的。我们住的地方离这又不远，你想来随时可以过来。啊！谢谢大哥，谢谢小七，谢谢四弟，不要客气。小莲，我没事，你回去吧。不要，我不要回去。既然大小姐已经答应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，那她回去一定会跟相爷说的。更何况，小姐你现在身体这么的虚弱，你又有孕在身，如果你不让小莲留下来，小莲回去也一样是吃不下、睡不着的。小姐，二嫂，你就让小莲姑娘留下来吧。她这么贴心，不像小青那样笨手笨脚、大大咧咧的，什么事儿都做不好。你没事干嘛扯到我头上啊？我什么时候这样粗心大意、笨手笨脚的？像今天的祭品，每一件都是我准备的，都没有漏掉啊。好啦，小莲留不留，宝钏自己会决定的。小姐，你就这么决定吧。如果小姐住得惯，小莲就住得惯。我可以在地板上打地铺，就睡在小姐你的床旁边。半夜的时候你要做什么，你就尽管吩咐小莲吧。啊，小莲，你真好。小姐，别哭了。还满意吗？啊，我无所谓。本来这一次他们安排我们住驿馆，我坚持要住客栈，因为我怕，万一他们在驿馆认出你来，会对你不利。我在你们西凉，行动没有自由。现在回到中原，我还是不能独自行动。来，平贵，
你先忍着点吧。过2天我事情办好了，就好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妻子住什么地方？她就住在武家坡不远的寒窑里。好，那你就先在这儿住上1、2天，等我把议和的事情忙好了，我亲自陪你去武家坡接她。哎，不过狠话先说在前面，要是宝春在西凉受到一点点的委屈，我是誓死不从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安排好。只不过你得先按我说的，这件事情先不能告诉公主。可是公主总归要见到宝钏的，那怎么办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先带着妻子回到大梁，等公主以后慢慢知道你娶妻的事情，不愿意嫁给你，那个时候，才是你脱身的时候。谢谢你，凌霄。好了，你先休息吧，我走了。你们给我听清楚了，不能对薛公子无礼，而且不管他要什么，都拿给他。再给我听清楚，无论他走到哪儿，你们都给我跟着。是。在长安城的郊外，有个叫武家坡的地方，那边有个窑洞。你们去找一个叫王宝钏的女人，找到以后，立刻杀掉。是。记住，完事之后毁尸灭迹。是。宝钏，那天断袍绝情离你而去，我曾答应你衣锦还乡回来，没想到事情演变成这样子。宝钏，我回来了，我很快就会跟你见面的。既然中原咱们待不下去，我就带你去西凉。如果西凉的代战公主她不愿意，或者是你不愿意，那我薛平贵宁可带你浪迹天涯。宝钏，等我。爹，娘，现在大哥也走了，我知道他一定在天上陪着你们。现在就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了。爹，娘，我现在已经跟魏豹成亲了，他现在也谋得了一官半职。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夫妻白头到老。如果以后能有个一男半女，我会求魏豹让其中一个姓薛。大哥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上次你来劝我，我还跟你吵了一架。我没有想到，现在我们竟然阴阳永世相隔。大哥，我对不起你。大哥，当我知道你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多激动，多生气吗？
我从小就喜欢你，偷偷的爱你。我以为你早就知道，可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。什么？他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？如今，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。什么？原来薛琪一直爱着薛平贵，那我算什么？魏豹啊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，你愿意吗？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，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，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，魏豹也就可以不用入赘咱们相府了。薛琪，是你先对不起我的。既然这样，好，我就听相爷的话，去娶王宝钏为妻。大哥，你应该知道，我现在嫁给了魏二哥，你也一定要保佑我们白头到老。爹娘都不在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。还好有魏二哥关心我，照顾我，宠我。大哥不用挂念我，你安心的走吧。我从小就喜欢你，偷偷的爱你，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了。我对薛琪一直有愧疚之心，本以为这段时间相处下来，他会喜欢我。记得那天出征回来，他看到我又惊又喜的表情，我还真以为他很爱我。你看你又瘦又黑的，军中的生活不好吗？军中的生活很苦吗？军中的生活……没有，军中的一切都很好。可是没有你，我什么都不好。魏豹啊，魏豹，你真是个大傻瓜！原来你的女人并不爱你。既然你根本就不爱我，那我就不会对你忠心。你们几个，马上跟我去趟武家坡。是。相爷跟我说了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找到三小姐，把她带回相府。这件事情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等我成功当上三姑爷的时候，你们几个一定重重有赏。谢公子。走。到底相府出了什么事？魏二哥为什么要去抢王宝钏？
小莲，哎，小姐，这些事情我来做就好。哎，小姐，不用，我在这儿陪你，这些事情当然是由我来做了。小莲，哎呀，小姐，你看看你的手，现在变得这么粗糙。我记得以前在相府里，你是十指不沾阳春水，那时候你的手那么的细腻。可是现在你看看你的手。我只知道武家坡在城外，可是武家坡到底在哪儿？我怎么一路上问了几个人，都没有人知道呢？请问一下，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？小姐，我觉得有些话我不应该说的，可是我又不得不说。现在姑爷已经不在人世了，那小姐，你是不是应该回相府去啊？当时我跟爹三击掌，我已经打定主意了，除非平贵出人头地，否则我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。可是现在姑爷他已经走了，他没有，他永远都会在我心里。而且我现在怀了平贵的孩子，所以小莲，你要回去的话你就回去，我是绝对不会回相府的。不要，小姐，你走我才走，你不走我就留下来帮着小姐。总之，我希望小姐你为了肚子里面的孩子，别这么操劳啊。放心吧，我没事。我只希望平贵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母子俩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啊！我不知道。小姐，我忽然觉得肚子很痛。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啊！